这部分呢是微积分很重要的应用。好，就是学微积分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应用是这一节。但这节摆在这边呢，表示说它其实中间有一部分会用到，这个5、6张多变数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删减其中一些材料啊。那各位从 syllabus 上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只上到301页，啊，也就是第3节，啊。好，那我们这一节其实要谈的是，先要谈数学模型。那模型这个东西，其实，你们从小大家知道，就是你从小什么叫玩具呢？哦，你的父母为了要让你认识这个世界，给你很多模型哈。虽然它不是叫模型，而是叫譬如说洋娃娃啦、房子啦、各式各样的玩具、车子啦，啊，那些东西都是要模仿真实的东西，让你以后长大的时候，知道真实的东西大概是怎么操作的。那当然玩具有好的有不好的哈，这很难说。反正重点是要模拟这个世界。那电动玩具有一段时间有很多模拟啊。那譬如说模拟城市啊，你可以当市长，然后模拟整个城市的运作。那这个整个情况其实都可以称之为模型。那有一种模型呢，其实威力非常大，因为我们通常讲模型的时候是说你可以分得清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但是有一类模型呢，因为它几乎是真的，所以我们通常其实不用模型来称呼它。我讲的就是物理里面的定律，就是我们通常觉得物理里面讲的是真的，啊，就是这个世界真的是像它这样子运行，因为他做了很多预测呢，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准确这样子，而且很多预测呢是超出人的想象之外，所以感觉起来好像说他还真正的掌握这个世界运行的真理，还比我们这个人还更厉害一点，所以像这种。但是我们从数学观点，它其实还是个模型。好，你把物理拿起来看，它里面是很多定律，然后这些定律呢，试图去描述这个世界，然后你其实要解释这些定律呢，它所得到的推论啊，大致上是什么意思？好，那这里面当然就是这科学里面从17世纪开始很重要的部分。那这里面呢，它所用到的模型其实跟我们这一节有很密切的关系。好，我等一下会再谈。但是另外一方面，好，这个物理科学，但另外一方面，这个比较远的地方，譬如说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好，其实他们有时候也可以用数学的模型来帮忙他思考。好，那数学模型的好处是这样，因为一般来讲，以前人文社会科学比较使用的是简单的逻辑思考啊，它有一个基本的想法，然后呢，它从这个社会的现象啊，他去验证他想的对不对，然后他也许做几步的思考啊，然后他也许有一些很天才的想法啊等等之类的。那如果用数学来帮他做模型的话呢，这数学因为它数学本身就是把很多逻辑把它应该讲密度增加了啊，把它压缩在一起。那压在一起以后，你利用数学的逻辑，那其实就是你普通的演算，好，帮忙你去算很多的东西。那可以帮忙我们在这一方面呢，知道一些思考，就是思考上的不足。你光只是用想的，那你从数学去做呢，它事实上经常帮你推论出一些更多的东西。所以现在其实不论是物理科学啊、生命科学到人文社会啊，其实很多地方都要用到数学。OK。那当然，用到数学不见得是用微积分啦。好，那我现在讲微积分呢，其实跟物理科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这一节主要谈的是所谓的微分方程。好，
那这是把数学用在科学上呢，大概是最古典，然后威力最大的例子。那物理学里面所有的方程基本上都是文方程，简单讲是这样。那文方程呢里面特别有一支是我们这边要谈的，是跟时间有关的。好，因为如果只是谈模型，模型有时候只是结构。好，洋娃娃你把它拆开大概是什么样？好，不要随便把洋娃娃拆开，好吧？我们把火车拆开，好。把火车拆开，然后可以看看火车里面的结构。你把时钟拆开，时钟里面有很多结构。事实上，很多小孩子是因为拆时钟，然后学习里面的这些机械运作是怎么回事的。那你们的机会比较少，因为现在很少看到闹钟。以前我们都是闹钟，然后就开始把它打开来。那你现在拆电子钟，拆开来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里面一堆那个晶体，那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那我讲的是结构类的东西，结构类的东西其实也有可能用数学来模拟，但是我现在要强调是它是有时间的模型啊。你现在想想看，你回想你国中啊、高中学到的物理好了，那里面很多东西跟时间有关系啊，速度啦、加速度啦，你要预测什么东西？什么叫预测？预测就是在时间上面你有未来嘛，你才能谈什么叫预测。我现在做了某个事情呢，我预测它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东西一定牵涉到时间的东西。所以物理的定律里面呢，有一个主要的变数啊，那就是时间。那所以我们在这一节里面呢，我主要就是要谈这件事。我不会讲很多，因为你们学的微积分还不够多啊。但是我会举一些基本的例子。但是我希望这些例子呢，不要太物理，啊，我没有这个意思，但难免会碰到，但是不要太物理。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去讲什么运动三大定律啊，好，我们要谈这些事情。事实上，我一开头要谈的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哦，这是一个人文的模型。那这应该是把微积分用到这个人文或者社会问题上面啊，最早的一个模型，啊，这叫人口模型。那时间呢，大概是这是1798年，所以是基本上1800年，19世纪初，啊，这是马尔萨斯。他是一个英国人，那你知道，英国当时是帝国啊，非常在意自己的国家的发展。那马尔萨斯在当时呢，他发现一件事情，应该这样讲，就他发现呢，他的发现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写：人口的成长率。好，就是人口的成长率呢，跟人口的总数会成正比。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需要解释。那大致上解释，但我们先想想看，意思大概对不对？啊，它意思是人口越多的话呢，它的人口的增长的比例会越高。那因为这个我们的人口会繁衍的是中间的一部分，哦。那大概有一定的比例会繁衍。那你如果人很多的话，中间那个比率就很高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一部分的人他会生出下一代，因此呢，人口总数越多的话呢，你所生出的下一代的那个比率就越高啊。他指的是这个意思。所以简单的讲，我可以先不要用微积分讲哈。简单的说，譬如说我们在每一年啊，譬如说每年你可以问说。每年的1月1号，然后你可以问，譬如说2015年啊元旦的时候，人口比起2014年，啊到底多了多少人？那这个地方我以前谈过啊，谈变化的时候你要写一个比率，因为你如果写成比率的话，那事实上你也可以谈，因为这就是一个你在1年里面成长有多少，那你稍微换一下单位，你就可以问1个月成长多少啊，像这样子。那依照马尔萨斯的讲法呢，他是说这个跟人口总数成正比，但是总数是哪一个呢？好，所以我们选一个，这样子 ，OK。也就是说呢，在1年之内，你所增加的人啊，基本上跟你这边的人数，啊，在当初2014年的人数里面，你有一个乘上某一个固定的比率。那就是那个人数。你如果人口越多，譬如说像大陆人那么的多，所以它这边增加的人当然很多。
那台湾人少一点，好，那增加的人少一点，那台湾当然也算多，如果比起其他国家，但是大致上这就是刚刚讲的原则，你人口的总数，乘上某个比例常数，然后你就得到人口的增加 ，OK， 那这是马尔萨斯的这句话所得到的结果。那在这个地方呢，虽然没有微积分，但是你已经可以看到时间它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把它写得更简单一点。你也可以写成这样：你从一个固定的时间开始，那你现在看一段小小的时间的变化。那它的意思呢是这个，比率，这个呢会跟 PT 成正比。我写 lambda 好。我应该这样写，对不起，这个地方应该写成等号。那光是这些例子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帮我们计算人口的模型，就是这其实已经是一个人口模型。我的意思是说，它可以帮忙你预测以后的人大概是多少。那不信的话呢，我们可以我就做一个简单的计算，让你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就把时间一开头定成0好了，好，这是起始的时间。当然我的意思这不是人类元年的意思，这只是说你随便找一个时间当做起点，然后你重新把这个时间轴那个参数把它设成0就对了，只是这样。所以呢，依照这个公式，0加上 delta t， 那 delta t 反正是一个时间的区间。减掉 P0 除以 delta t， 会等于，我就把这个 P0， 我把它记成 P， 这个下面这个 P0 好，所以就直接写 P0， 然后这是 lambda P0， 其实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其实很容易就可以算到下一个我要计算的时间差，它其实就是1加上 lambda delta t。像 P0 这样子，有点像复利 ，OK， 就是你本来有一个本金在这，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中间有一部分它产生下一代，那中间的这个计算呢是用这个方式来计算，这样子的话呢，到了时间 delta t 的时候呢，人口就变成这么多了，所以呢，如果再下一步，因为现在是下一步是 delta t 嘛。你如果再加上一个 delta t， 其实我应该不要写 delta t， 我应该只要写某个时间，好吧？让我把它写简，因为写 delta t 你们比较害怕，我写 t 好了，就是经过一段时间 t， 然后除以 t， 我得到这个式子，所以我得到 pt 呢等于，等于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地方。按照我刚刚的写法，就是我这时间 t， 我现在加上一段时间 t， 那这个减掉 pt 除以 t 等于 lambda p t， 好，得到这个式子。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得到 p 的2t 其实会等于1加上 lambda t 乘上 pt， 到像这样的式子，但是 PT 呢，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得到，我把它带进去，得到2倍的 P0， 那这样计算呢，其实它越来越像复利了，因为它等于就是你在这个本来的人口经过这个出生率，然后得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时间你要算的出生率，不是出生人口。然后你再用下一阶段那个出生人口把它丢进去，然后再去算，再做两个这个时间单位之后，你的人口大概是多少？所以我们大概是得到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很简单就可以推论出 PNT 等于1加上 lambda t n 次方 P0。好，光这个式子，那光是这样子就足够让你知道人口的成长呢，绝对不是线性的成长基本上是一个复利的成长，是牵涉到指数的东西。OK， 大概是这样子。那像这样子的模型，这的确是一个模型。那这种模型有时候我们称为离散的模型，因为那个时间呢，它不是连续的，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算。有可能譬如说这个 t 可能是1年，
所以你从刚开头算了1年，然后我就第二年、第3年、第4年，那一直到第 N 年的时候呢，它是从刚开头那个年，然后乘上一个像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指数的函数哦，然后帮你描述整个人口的多寡，大概是这样。那微积分呢，在这个地方啊，可以进来的地方是这样子，主要是这个式子，因为你现在看到这个式子其实很熟嘛，这当然就是我们普通定义微分的式子。所以呢，如果你让这个 delta t 这个时间啊，你现在想成每年出生率，后来想想，好，我也可以想，我把它变成短一点，每个月，或者想成每一天啊，然后就每1秒，因为我们有时候也经常在讲说，这个整个世界人口每1秒会增加多少人，我们也常讲，好，所以呢，到最后你干脆让 delta t 趋近于0，啊，因为我们只是帮忙我们理解这个东西的大概的性质，啊，这中间并不会差太多，所以把它写下来呢，我们事实上会得到这个结果。好，我把它写在这边。我直接把它写成这样。那个时间呢，我直接现在写成 t， 好，这小 t 就是时间。人口成长率在这里，与人口总数成正比在这里，而且因为写成时间的话，写成连续的话呢，它这个时间可以写成同一个时间。哦，本来我们在写那边总是有一点，你到底是这个减这个以后，到底要跟谁取正比？哦，所以你是以前面那个。那写到这边以后呢，它因为它是瞬间的关系，好，所以你可以想象瞬间的出生率呢，其实跟它当时总人数成正比。OK， 在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式子。这个式子呢，我们在上学期其实曾经在某一个时候，在我们讲这个泰勒展开式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曾经讲过微分方程。那你记得当时我们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有一个像这样的式子，我心里面想要知道的是 PT， 啊，因为你已经知道说你有这个关系式，但是重点关系式不是我想知道的，虽然关系式很重要，但是我心里面想要知道的是，你因为这个关系式到底会导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的人口成长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想知道的是那个东西。换句话说，你心里面想要知道的是 PT。哦，你想知道的是 PT 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我有这个式子，但是我想要解出来的是这个东西。好，那通常有这个式子呢，如果你想要解某个东西，我们就叫做方程，所以这是一个方程式。那这个方程里面，我要解的不是一个数哦，不像以前你的这个2次方程式啊，你要解一个数。我在这个地方我要解的是一个函数，我心里面想要知道的是 PT。它满足这个方程式，好，那因此这个东西呢，我们称为微分方程，好，它是一个方程，它牵涉到微分的式子，好，那在物理里面呢，这是一个基本的想法，因为在物理里面所考虑的很多东西都是变化率，啊，不管是速度、加速度，这些都是变化率。然后这些变化率中间呢有一些关系，那你在这个关系之下呢，你想办法要把你想要求的东西给解出来，哦，大概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典型的微分方程，然后呢，你如果要解微分方程啊，其实微分方程有2种解法，有一种解法是说你解出一般的式子。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特别的，我想知道一般是什么样的函数会得到这个结果，这也可以。那另外一种可能是，我想要问一个实际的问题，比如就像刚刚来讲，我想知道，如果我给你一个时间点，啊，因为上面这个东西可能对全人类都适用，当然这个 lambda 呢，可能跟不同的地方有关。比如说台湾现在出生率很低 ，lambda 可能很低，那某些其他地方像印度 lambda 还是很高，啊，比如说这样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如果想要预测台湾的人口，你至少要给我一个起始点嘛，哦，不然的话我也可以把它应用到别的国家，然后这个0可能是那个国家的某个时间的人口数，所以
我们在应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除了有这个之外，那你通常还需要一个条件。那这个条件我们通常称为初始条件。好，有时候也叫起始条件。你要给我一个实际的资料，然后从这个实际的资料呢，我现在才可以以这个为基础，利用这个定律，然后开始预测未来大概是怎么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实际看一下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好，那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好，这个方法我以后会给它一个名字。那暂时你现在就先看看我怎么做这个问题。我现在把 PT 除到这边来，好，然后这边留上 lambda。那这边的假设是 PT 不等于0。好，那对我们的人口问题来讲，这是非常合理的假设，因为你一开头没有人的话，也生不出人。所以如果一开头是0的话，那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意思。好，所以你一开头的假设绝对不可能，这就是人口是空的。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依照你的假设，人口一定是会增加的，因为，我刚刚没有特别讲，但是我的意思我要强调，这 lambda 是大于0的，好，所以这个人口是增加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所以 PT 不会等于0，因此我可以把它除下去，好，除到这边来。好，然后呢，我现在要开始算，我开始用积分。我写成这样子，我在讲义上可能这个地方写的是 T0，那是更小心一点，就是说那个起始的那个时间啊，我不特别写成强调有一个0，我强调是在某一个时间 T0的时候，刚好人口那么多，那这样比较像是我们在普通应用上的那个，其实我好像应该这样写比较好，好吧？不然我把这边改成 T0。因为譬如用在台湾，你可能给的数据可能是什么1960几年，有多少人？那其他人给你的数据可能是1980几年是多少？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想的是某个时间，不要特别强调0好了。所以这样子我写成这边写 T0。我刚刚强调0是为了那边算起来比较方便啊。刚刚这个离散的地方，如果我不写0的话，算起来比较啰嗦。但在这边我把它恢复成就是某一个特定的点。好，我现在写这个式子。那这边的基本想法是说，因为我想要知道 PT， 但这边是一个微分的东西，所以你要从微分呢得到原来的函数，其实你是要做积分的。好，这个是我们现在针对微分方程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你要解出微分方程，你就是要做积分啊。这是为什么积分很重要的关系。微分很重要，因为它要描述那个定律；积分很重要，因为你要求出那个函数。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我现在写成这样，那我写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这个 lambda 是一个常数，所以这个积分很简单，这个就是 lambda t 减掉 T0，这个很简单。现在主要是这一部分。好，把它写在这里。那这边就看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东西要怎么积了。这个完全就是考验你积分还记得多少。这个地方，你记得这个地方，就是你令 u，假设我令 u 等于 pt， 假设我令 u 等于就是做变换变数，这个就是 du 等于 p 判 t dt。所以这个式子呢，这样写下来，这边变成 du， 这边变成 u， 但是这个地方因为变换变数的关系，我就不能写成 T0跟 t， 因为你已经设成 u 到是 pt 的话，所以这边是 pt， 这个地方是 pt0， 但是 pt0就是 p0， 所以我把它写成这样。这个是变换变数，但是是定积分的形式。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赶快回去就稍微翻一下。好，然后这个地方 u 分之 du， 积分是 log u pt p0， 所以其实是 log 的 pt 减掉 log
P0，好，先这样子。但是我可以把它写成 log PT， 这样子。OK， 那这一小步呢，这一部分就是积分，你积分把它积出来，得到这个式子之后，好，那现在呢，我可以把那个绝对值去掉，因为人口是正的，好。就是解一般的式来讲，它应该有绝对值，但是因为你现在是在一个应用的问题里面，啊，你就不需要去处理那个负的部分，所以你现在可以把负号拿掉，啊，主要是因为 PT 啊这些东西都大于0。好，所以这个就是左边的式子，所以我现在把它合在一起，左右两边合在一起，所以我得到 log PT 除以 P0。等于 lambda t 减掉 T0， 因此我得到 PT 除以 P0 等于1的 lambda t 减掉 T0， 所以 PT。好，接下来变这样。那这个就是这个微分方程的解。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没有用什么特定的假设，哦，那个初始条件是给定的条件，那不算特定的假设。我的意思说，我不是求出一小部分函数而已，哦，我是把所有可能，因为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把这个方程式移到这边来，那我就对它做积分，那这个对所有可能函数都是对的，我做积分，做了以后呢，我这左边告诉我，好，它应该是等于这个式子，然后右边比较简单是那样子的式子，所以你算下来你就得到。PT 呢就是这样子，好 ，P0 乘上1的 lambda t 减 T0 次方，这是一个指数函数。好，是一个这样的函数。那其中呢，在某一个点，这是 T0， 这是 T0，OK。那这个形状跟我们刚刚用离散的方式去看，其实差不多。好，那这边是更简单。啊，因为在微积分里面呢，脉络里面我们看这些式已经看得比较熟了啊，所以式是一个指数函数。那这个在当初就是马尔萨斯提出这个模型，并且利用微积分把它解出来之后啊，那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事情啊，因为马尔萨斯去估计这个就是英国呢它的那个农作物应该是说食物哦。他发现食物的成长率啊，随着时间变大，顶多就是线性，哦，就是你的方法改进了，顶多只是线性。那指数函数呢，我们知道它比线性要快很多，所以就算刚开头食物够啊，不管你这个帝国有多么充足的资源啊，你这个人口成长只要是指数的话，某一天它就会超过它。超过它的意思就是人会就是会肚子饿，哦，没有东西吃，所以呢，英国只好做什么事情？就只好到处去，不要讲掠夺哈，就去拿到很多殖民地，把很多丰富的物产呢，全部把它占下来，把它送到英国去，哦，这能做的事情。那当然，我们现在比较文明一点，我们现在想的事情是想办法去跟动那个 lambda， 就是譬如说把出生率降低一点啦，啊，让人口的成长不要那么快。但是你出生率降低，它仍然是指数成长，这件事情并没有变，所以那个危险仍然存在。好，这件事情并没有变。那可是到了现在这个世纪啊，其实当时那个预测很快它就会突破，好，就全人类来讲，其实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生问题呢？其实现在也不是说真的没有发生问题，局部上啊，譬如说非洲很多国家其实已经都没有食物了，但是总的来讲看起来还是够。那这个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大概20世纪前半世纪啊，其实发现了那个肥料的使用啊，这是科技的进步。那个肥料的使用使得那个单位面积可以生产的食物啊，突然暴涨到。突然之间觉得人类好像不用担心生太多，哦，那这个时间呢，使得人类的人口啊，其实增加的太多了，结果到现在呢，我们又回到了指数成长的压力，哦，仍然是存在的。那
通常我们都不太敢去想象那个超过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事情啊，因为一定就是饥荒、瘟疫、战争啊，大概都是这类的东西，好吧？我在散播灰色的思想啊，但是这是数学的结果啊，数学才不理什么灰色思想，好吧？不过让我们回到数学，我们来回到这边来看一下，在数学上有一件事情是这样。解微分方程是不是一定要这样解？哦，那答案是不一定。事实上，有另外一个方法，后来很多人解微分方程通常都会那样解，哦，反而不是这样子。那我现在把那个方式写一下。这两个方法，你如果要分的话，勉勉强强大概是这样讲。这个解法是定积分的解法，就是一开头我就把这个地方用定积分在计算，哦。那另外一种解法是我现在写的，就是我先把不定积分给算出来，然后再来带起始条件，所以我把它写在这边 ，p prime t 等于 lambda pt，pt 0等于大 P 0，好，也就我现在写的这个是先针对这个事，想办法先求出一般的情况。那但是做法其实差不多啊，唯一的区别你等一下很快就会看到。好，原来是这样子，你还是有这个式子。然后呢，你做这件事情，好，注意到我没有写那个定积分的部分，我没有写什么从 t 0到哪边。我只是写一个一般的不定积分，那因为反正这个式子是相等，所以我做不定积分还是对的啊，这式子仍然是对的。那这个式子呢，右边我们就得到 lambda t 加 c 啊，因为只是不定积分。左边呢，利用刚刚的计算，我可以得到它是得到 log pt 绝对值，哦，其实也要加一个常数 c， 但是我现在把常数 c 移到这边来。所以常数都把它对在这边，然后这边就是 log pt 啊，等于 lambda t 加上 c。那这个是左边这会不会太快？因为跟刚刚那个计算一样啊。你事实上你可以验算一下，就是这个的微分就是就是 p prime t 除以 pt 这样子啊。这其实我们以前看过。好，那这边唯一我们用到的是，我们知道 pt 是正的，所以我可以不理这个绝对值。好，大概是这样。那在这个解法里面呢？目前没有看到任何 t 0 p 0，什么都没有哦。你现在只是很单纯的从这个方程式，你想办法用不定积分解出它中间的关系式，然后这所有的细节其实都藏在这里头啊。然后我们再来看，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得到 pt 会等于1的 c 次方乘上1的 lambda t， 好。所以好像一般来讲，也许我不应该在这边先把它拿掉，让我解出一个最一般的给你看好了。好，所以我先把最一般的写，所以写成这样。好，得到这个式子。所以我现在另一个新的常数，我叫做 c1 好了，等于1的 c 次方。好，其实因为这个地方，反正我知道它是一个常数，然后1的 c 次方嘛。所以这个数呢，其实还是一个常数，只是它是正数啊，因为它是1的 c 次方，它不会是负数。就算你的 c 这边有可能是负的，1的 c 次方仍然是正数。好了，所以这样子呢，我就得到一般的式子 pt 其实是等于我重新把它写成 c， 然后我不要写 prime， 可是好，把它写成这样子，叫 c2。C2 意思就是跟 C1 略有不同，因为我把绝对值拿掉，所以里面可能产生正啊、负啊，像这类的东西。好，所以 C2 其实要么是正 C1， 要么是负 C1，其实意思是这样。好，那在这个解法里面，我得到 PT 等于这个，其中 C2 可能是正，可能是负，甚至可能是0。好，这个可能是，虽然我刚刚在解那个时候 ，PT 是假设它不为0，但是你现在从尾巴，好，从这个后面的观点来看。C2 是正 ，C2 是负，你可以带进去，发现它都是对的，甚至 C2 等于0带进去也是对的，因此我就解了一般的式子 ，PT 呢就等于 C2 乘上1的 lambda t 这样子。
那这个过程也称为解温方程。好，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好，这边我还没有真正就这个刚刚我们的问题，我还没有真正解完。好，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是心里面是以那个真正的条件，就是那个条件是 T0的时候，人口数是 P0，而且我心里面只想要知道，真正的这个 PT 这个模型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从这边把它解出来，然后得到这个式子，那这是我想要的。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如果你情况改变的话，它大概是什么样子，这就不太晓得了。好，就你换了其他的条件，那这个地方可能会变什么，你不知道。那这个情况不一样的是，在这里呢，我干脆一开头把这个微分方程所有可能情况全部把它解出来。哦，我暂时先不去理什么我现在特定的起始的条件。好，关于 T0是多少 ，P0是多少，我暂时都先不理它。我先把所有可能的微分方程全部都解出来，好，写到这里来。那全部解出来之后，我现在再来思考，好，我现在用到我真正的那个问题上，那要怎么做？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我现在才把 T0等于 P0，好，我现在要带进去。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因为 T0等于 C2 乘上1的 lambda T0。然后这个等于 P0，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现在开始把我的条件给带进去。好 ，T0的时候就是 P0， 然后它等于这个式子，所以从这个地方我得到 C2 呢 ，C2 等于 P0除以1的 lambda T0， 到这个式子，然后呢，我再把它带进来，啊，带入，所以我得到 PT。等于 P0 lambda T0， 好，到这个式子，这个式子跟这边这个一模一样，那当然要一样，好，当然要一样。现在只是说我两边的过程不同，好。如果就现在这个阶段来讲，我猜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个比较好。因为那边算得好复杂，好，先把什么东西借出来，搞了半天你还不是要算出这个式子 ，OK？ 如果你的应用就只是针对这个式子，那当然你这样想，我想也没有错，好。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其实大家都会这样做，好，大家都会想这样做。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解温方程本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针对特别的情况，一个是就一般的情况，在物理学里面，哈。我给你一个定律，然后你现在想办法要解出那个真正的解的时候，你希望它可以应用在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好，只是你想先知道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好，简单的说是这样。所以当你解出来的时候呢，你其实通常都希望先解一个通则，然后呢，你再应用到特别的情况，你再把它带进来，然后解出一个特例，哦，事实上这个是应用这个微分方程的常态。那你现在想要用哪一个？暂时我也不会，就是我也不会说怎么样不好，我想通常到后来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先用这个方式来做。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还没有真的用一个真正的例子来算一下，所以我现在要把刚刚我们得到的结果来应用一下。那这个结我们来看一下，272页习题 1.1。台湾的人口在1980年是183万人，然后到了1990年的时候是2039万人。请依照这两个数据，请你去推论2012年应该有多少人。那你心里面可能现在有一个觉得奇怪的地方，我们刚刚的起始条件只给了一个，为什么这边要给两个？那原因很简单，因为刚刚我那样做只有一个的原因，是因为那个 lambda 是给定的，但是因为现在在台湾 lambda 是多少，我并没有告诉你啊，
哦，除非我题目告诉你说假设 lambda 是多少，那你当然只需要一个条件。但我们现在这个问题里面，事实上台湾的那个 lambda 是多少你也不知道，所以事实上你还需要另外一个数据来帮忙你推算这个 lambda 是多少。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用这个模型，所以这个模型呢，我知道它是 pt 等于 p0乘上1的 lambda t 减掉 t0。所以我现在就假设 t0是1980，啊，所以换句话说 p0就是1803。我单位写万人好了，好，我单位用万人，所以现在是1803万。所以我得到这个 pt 是等于1803乘上1的 lambda t 减掉1980。好，但是请注意到这个 lambda 还是空的，好，我们还不知道 lambda 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利用这个另外下一个数据1990这个数据，我把 lambda 给算出来。所以从这个地方我知道，好，如果这个模型是对的话，它在1990的时候，它会等于1803乘上1的 lambda 1990减掉1980，好，得到这个式子。但1990我知道它是2039万人，所以从这个地方我得到2039除以1803等于1的 lambda 乘上10，所以我两边同取 log， 我取 log 之后呢，这个地方就变成10乘上 lambda， 所以我就得到 lambda 呢等于1/10 log 39。好，得到这个式子。好，到这个地方我不用计算机就没办法了，好，但你也可以想办法了，但是我懒得想那个办法，因为这个地方反正就按计算机得到 0.0， 好，大概是这样。好，那这样你现在的模型就完整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pt 呢，经过这一步以后，我们现在得到它是1803 1的 0.0123， 然后 t 减掉1980。好，现在这个模型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还没有决定的参数，全部都是很实在的数。所以你现在可以，譬如说现在可以开始来推估 p 2012年应该是多少，就是1803乘上0.0123， 2012年，所以是乘上32。好了，然后再按一次计算机，大概得到2673万人。哦，要这样子。台湾的人口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台湾人口现在顶多就是2000，现在多少人？2200吧，顶多。哦，所以这当然还是高估了。那主要是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台湾在30年前人口的出生率比现在要来得高，所以它其实这个 lambda， 其实 lambda 也是 t 的函数，只是在我们这个模型的假设 lambda 不是 t 的函数，啊 lambda 是常数。但事实上这个 lambda 呢，其实慢慢的在降低当中。好，那台湾现在已经是人口出生率大概是全世界最低，大概可以排名在前面的国家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台湾的人口数可能真的大概就很难再往上涨了。我们后面还会再谈到一个模型呢，谈这个人口的上限的事情，那等到后面再来说。所以各位先记得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只学到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就是把它写成已经不见了。我现在把它写成这样。好，目前为止我们学会这么一个温方程，然后它有一个实际应用就是人口模型。好，目前只有这样子。我们上次谈的第一种微分方程的模型，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知道它的一般的解可以写成，我先写比较清楚的，就是
就是上面是微分方程，然后如果我们假设它满足这个起始条件，好 ，f0是一个值，就刚开头的值的话，那我们得到这个式子是一种啊。那当然另外一种是说，如果你只强调这个式子，但是你没有给起始条件的话，你大概也还是可以知道，它大概等于某个常数乘上 lambda t， 这是一般的解的结果。那这两个方法呢，这两个方程其实是一个方程你都可以用积分去把它解出来。那通常解第二个的话，你都要用不定积分。好，那上面这个可以用定积分的想法，也可以用不定积分的想法，都可以。那我上次没有特别提醒的是这样，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并没有说 lambda 一定要是正的。你仔细想想看，以前我们所谈的所有的这些计算里面，其实我们并没有说 lambda 是正的。所以呢，今天一开始我们就要给另外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呢是放射衰变。我们知道自然界有放射性的元素，那放射性的元素呢，因为它会放射出一些别的粒子，那使得它呢变成别的元素。所以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基本的变化率是这样子。就因为它这个衰变跟几率有关了，就是你有个放射性元素，它到底会不会衰变，其实它是有个几率的。那你有一块放射性的元素在那边，里面有很多可能衰变的东西。那因为它是独立的，每一个各自衰变的几率是独立的，因此它这个到底会不会衰变的变化率是多少？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里面，到底有多少部分呢会衰变？它其实跟整体是成正比的，所以它跟上一次的人口模型其实机制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会不会变化，其实跟它的总体数成正比。如果你有比较多的数目，那你从期望值就知道，你每个各自有各自的几率，然后你总的来讲到底是多少，其实跟你总的那个总数有关。所以这个是成正比。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alpha mt， 但是呢，我要强调一下，写成负阿尔法，其中阿尔法大于0。那这个负阿尔法指的是那个变化率是负的，也就是它变少，慢慢的变少。那意思指的是说，你这个放射性元素呢，会随着时间而慢慢的变少，因为你已经放射出去，然后开始转变，所以你剩下的会越来越少。所以这是一个虽然形式上跟上次的人口模型一样，就微分方程来讲它是一样的，但是就应用上呢，以及就它实际上你所看到的这个正负号，其实它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个模型你可以说数学上一样，但是在应用上呢，它有实质的差别。那你如果说数学上一样，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一样，因为这个正跟负呢，它其实还是让，譬如说衰变的函数呢的图形变得很不一样。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从前面我们知道，至少这件事是一样就是它会等于 m0乘上1的负阿尔法 t 减掉 t0。得到这个式子。那正跟负呢，表现起来不一样，是差别是在这一类的图形那上次我们讲人口模型的时候呢，它图形是这个样子这边是 t0 但是在现在这个放射性元素的情况之下呢，它的衰变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是 t0 m0 是刚开头的数目。或者说它的量，所以呢，它会随着时间变大呢，然后做递减，而且这个递减是指数递减所以是非常的快。所以至少数学上图形上是不一样一个递增一个递减这样子，这是它因为正负号所产生的差别。除此之外呢，在应用上其实跟上次差不多，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些例子。那在看这个例子之前呢，我们知道放射衰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是，这个是断代。
那为了要断代呢，我们先练习处理这个放射性元素常用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先谈半衰期。那我想这个你们在高中的时候已经都学过了啊。半衰期指的是说，放射性元素开始衰变，然后衰变到它总量的一半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每一种放射性元素其实不一样，所以刚好它有可以拿来刻画这些放射性元素，哦，所以我们来想一下，半衰期指的是你从某个时间开始，譬如说从 T0这个时间开始，经过了一个时间，我们把它写成大 T， 经过这个时间之后。它的量呢变成原来刚开始的一半，这样子。那一半的话，所以这个是1/2。好，所以我现在圈起来这个大 T 呢，就是半衰期。好，就是经过这个时间之后，它会变成原来的1/2。那当然刚开头想起来呢，这个半衰期有可能跟起始的时间有关。好，刚开头至少你没有仔细计算之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说它应该会，就是说它有关是有可能的，不过我们后来会证明它其实跟你怎么取起始条件是无关的。那原因就是我们把这个好好写一下，所以我们把它带到前面这个式子去，所以它得到 m0乘上1的负阿尔法，那这是 T0加上大 T 减掉 T0除以 m0，这是从前面这个公式我们得到的结果。那这个地方呢，它消掉，这个地方也消掉，所以事实上我们得到1的负阿尔法 t， 我把它写在这边，所以我们得到1/2等于1的负 ，OK， 那这就是半衰期呢跟这个阿尔法的关系，阿尔法可以想成衰变的常数，那这是一个跟你的放射性元素有关系的数目，阿尔法大一点衰变的比较快，阿尔法小一点衰变的比较慢。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互相决定的，因为阿尔法是衰变的速度，所以当然它也决定了这个半衰期时间的长短。那因为我们在应用上呢，有时候用到阿尔法，但是我们在实际上经常在谈放射性元素的时候，我们经常是用半衰期来描述这个放射性元素的衰变的那个的特征，所以这两个互相决定，这是你首先要知道的。所以我们先看一个例题，习题 1.2， 说碳14，或者是 C14， 它的半衰期是5700年，它的半衰期。所以呢，请你求这个碳14的，就是衰变的常数。换句话说，求这个阿尔法，那这当然就很简单了，就是一个计算机的事情，1/2乘上负阿尔法乘上5700，先这样子，那取 log 之后得到负的 log2等于负的阿尔法乘上5700，所以呢，我们得到阿尔法等于 log2除以5700，这样子。OK，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其实你如果要写的话，你还可以把它写得清楚一点，也就是，从这个计算我们知道它事实上得到这个关系 log2等于阿尔法 t。你喜欢记哪个式都可以，反正你记得它的关系是这样。好。所以另外一个例子我就不做了。习题 1.2 的第二个是反过来，对，我答案还没写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得到阿尔法等于1.22乘上10的负4次方。那但是这是按计算机了。OK， 我讲义上写的是 kappa 其实应该我写 kappa 才对，因为比较常用的是 kappa 这个数。就讲义上我写的这个地方我写的这样子。OK， 不是 K 那个是希腊字母，叫 kappa。好，那另外那个例子呢是钴60，
它的衰变常数我们知道是0.13，那请你求它的半衰期。那稍微计算一下，知道这个半衰期呢是5.3年啊。那数学上是简单，而且基本上我们也不能算啊，你还是要去按计算机，所以我就不特别再写。反正关键的式子呢是这个或者这个。好，那这个想法呢可以帮忙我们做所谓的断代。好，那断代这个事情，最早最重要的例子呢，是用碳14来断代。稍微说明一下中间的机转。这个机转是这样，碳14虽然是放射性元素哦，但是在大自然中间它是有的。也就是说，你大气中间呢，除了正常的碳以外，它大概有一个固定的比率，哦，是碳14，很少，但是是存在的。那我们人类呼吸啊，或者生物呼吸的时候，其实包括动物、植物，它在呼吸的时候，因为你把这个空气吸进来再呼出去，所以在活的生物里面呢，它去测量这个碳14的比率呢，事实上也是固定的。就是我们的身上呢，大致上跟大气中间的这个比率是一样的。可是，在动植物一死掉之后啊，因为你开始不呼吸，你开始不呼吸以后，你就相当于你要开始做，就是有一个尸体，哦，那因为这个放射性元素没有再重新的透过呼吸作用呢，重新 refresh， 因此呢，这个它就开始衰变，啊，我也不是说正常的时候不衰变，只是说。因为你一直在淘汰啊，你一直在重新的转换，所以你一直保持那个比率。但是因为这动植物死掉之后呢，它就不再呼吸了，所以呢，它这个衰变就开始就正常的程序下来。所以譬如说像碳14呢，我们刚刚讲它的衰变的时间呢，大概是5700年，哦，就是它的半衰期是5700年。所以一个5700年前死掉的人，他的身上啊。你如果现在去测量的话，它的那个比率呢，大概是现在就是正常的大概是一半，哦，所以这事情可以反过来，就是你会去测量它的比率的话呢，你可以知道这个人、这个生物或这个植物呢，大概在什么时候死掉，哦，那这个在考古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哦，人类想要知道这个远古以前的事情，其实很早，哦，但是以前的方法大概是这样。就是你知道那个有一座城在这边，啊，然后后来呢，因为它被人家攻陷了或者怎么样，啊，或者它就是自动的，因为人已经离开了，然后它就荒废了。荒废之后呢，不知道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啊，一层风沙就把它叠上去，啊，就把它盖住了。然后盖住之后呢，反正后来的人也不知道下面有一座城，在上面再继续盖一些东西。哦，然后后来呢又被盖住 ，OK，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的层。你们现在看那个考古挖掘的时候，经常挖出一些考古的东西，其实大概是这样。那你挖出一层，其实你不晓得下面还有没有，但是大致上我们可以知道是这样。下面这一层一定比上面那一层来的更久以前，啊，也就是时间上的它的顺序是可以定出来的，啊，大概是这样子。好，但是如果是不同的地方。啊，譬如说你在不同的地方挖出来，这边有一座城，啊，这边有一座城，有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坟墓，啊，等等之类的。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比较先呢？啊，那这里面通常当然就是要用别的方法来判断。譬如说你如果挖出一些器物啊，然后一些陶器，然后你看出这个陶器看起来非常古朴，然后这个陶器看起来比较精美，所以大致上呢，这边的。就是说，通常这个应该是会比较后来一点，尤其是当这个陶器或者瓷器上面的纹路啊是有看起来是有相关的，比较像是从这边发展出来，然后再把它移到这边来，那它传播到这边来以后呢，后面它制作的时候制作的比较精细，所以大致上是要看类似这样子的关系。但是如果你在美洲有一个，然后你在亚洲有一个，那你要比的时候其实就很麻烦了，好。那这个是考古学，其实这还蛮精彩，因为利用这个东西可以发展出很多很多的想法，哦，这就有点像那个你在
电视上看到他们在鉴价，就是把家里的那个好的东西拿出来，然后请那个专家来鉴价，这个大概值多少钱？其实差不多，它其实是需要发展出很多很多的知识来帮你判断说，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样的判断，然后发展出很多理论。但是其实我想考古学家都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东西不是很准，就是你要判断说到底是多少年前，你并不是那么的确定。但是这个又很重要，尤其是那个，譬如说像中国记载以前有夏商周，那到底这个周朝有没有？周朝有没有？大概比较早知道。但是像商朝有没有？夏朝有没有啊？这个东西，当然传说中是有。但是到底有没有，其实需要挖掘。那挖掘出来，其实需要一些像这样的知识。好，那这个断代呢，在这个地方就产生很重要的功用，因为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机制啊。譬如说你挖掘到一个坟墓，这个坟墓里面呢，刚好有一些也不一定是坟墓，可能只是洞穴，或者就是以前有一些人在那边吃东西，然后他留下一些，那因为吃东西以后，他把那些丢掉，那东西就死掉了。但是吃的东西是活的，本来是活的，后来死掉了。然后那个东西如果能够辗转至今还保留着的话，它可以去测量这个碳14的成分，然后从这个地方来判断呢，这个古墓大概是多久以前，或者说这个埋葬的地方呢，大概是多久以前的东西。好，所以这个有点像一个大自然给我们的时钟。但是放射性元素是一个在人类算是比较晚发现的东西，大概20世纪初期才出现的。所以它一出现之后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工具，可以拿来判断很多的事情。我记得很多年前，其实现在这个也陆陆续续发生，就是说就算是比较近代的，还是会有用啊。譬如说我知道，像你们知不知道那个？耶稣过世以后，脸上盖了一块布，那块布呢叫圣布，那你也可以说就像圣杯一样，反正这个因为是圣人死掉以后，跟他有关的东西，所以说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大概几百年来，经常都发生一种事情是这样，在某一块的地方发现耶稣死亡的时候盖在脸上的那块布。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把那块布拿起来，看到上面有个像，那个像看起来像耶稣，但其实大家也没看过耶稣，所以其实反正看起来就像个人形这样子，然后跟传说中耶稣的样子一样，有一点点胡子了，OK， 好，重点是他说的这是一块圣布之后，以前的机制大概是这样，那个地区的教区的人员就往上报。然后教宗就会说，对，这个是。假一说是以后呢，这个地方就会开始很多人来膜拜，然后就会发展成，不是啊，古代当然不是发展成观光胜地，但我意思是说，它就变得很重要，那很多人会来，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圣物。那其实东方也有啊，我们讲那个佛陀的那个舍利子啦，或者说他的指甲啦，或者什么，就像这些。那圣布呢？这个布，布是通常是麻，或者其他的植物织的，所以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使用碳14断代的，来判断的东西。因为你那块布，当你织成布的时候，它就死掉了，那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死掉呢？那可以用这来判断。耶稣呢，大概是2000年前过世的嘛，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判断。那我最近一次20世纪都还发现这个事情，但是20世纪有个麻烦，就是因为已经有碳14断代了，所以一检查的结果发现那块布呢，大概最多就是100-200年前，所以当然就不可能这样子。好，我回来看我们的例子，例子1.1，这是台湾的大粪坑文化。这是台湾非常早期的一个文化大概是差不多是新石器跟旧石器之间。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台湾大粪坑文化挖掘出的碳素标本呢，
这个大概是1960年，好出土的。那这其实是台大还蛮重要的工作，啊，这个发掘。那在碳14含量范围相对于正常大气含量约在43%到60%之间。好，我们就假设把它当做一个数学问题来想。那从前面的习题我们知道 kappa 呢，不是 kappa 就是阿尔法呢，大概等于这个数字。所以利用这个方式，我们只是要看一下大概要怎么列式哈。那这个列式是这样，因为它在43%到60%之间，所以呢，我们就写43%，然后等于，因为你现在发现的时间是，因为你要知道的是这样，就是这个是1的，其实我应该先写成那样，好，我先写成原来的式子好了，就是 mt 等于 m0乘上1的负阿尔法 t 减掉 t0。OK， 我们要求的是，其实写哪个时间都可以。想想看，我们要求的是这是刚开头的时间，好，然后这个是1960。OK， 所以 m1960除以 m0等于1的负阿尔法1960减掉 t0， 啊，这个 t0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时间，就是说它大概在什么时候，然后开始，啊，就是开始呢变成就是可以正常衰变，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m1960除以 m0就是当时正常的时候呢，这个是43%，所以把它写在这边。然后这里呢是1的负阿尔法，阿尔法是0.000112，好，然后1960减掉 t0， 得到这个式子。好，那再过来就是按计算机了，我们得到 log 43%等于负的0.000112 960减掉 t0，OK， 然后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得到 t0。大致上是等于负4980。好，那我们的时间的结构是用西元，哈，这个是年，1960年，所以这相当于西元前大概5000年，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另外有个60%呢，当然就又更少一点，好，所以这个大分坑文化，如果依照这个这边的数据的话，它大概就在2000年到5000年之间，啊，那这个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啊，比较早的。那这是一种应用。那你当然想说这个方法很好用，所以其实也可以拿来量这个，譬如说恐龙大概是多久以前？哦，你现在有化石，那当以前也是一样，你挖掘的时候，化石在某一个岩层里面，那你推断它的地质年代大概是多久？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放射性元素的方式来处理，好。可是现在这个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碳14的衰变的时间大概是以千来算，啊，5700年。那恐龙我们大概知道都是几亿年前的，啊，所以其实你不能用碳14的方法来测量，因为你用它来测量的话，从恐龙死掉到现在啊，理论上你可以量，但几乎是已经量不出来了，哦，因为那个百分比会变得非常的小，所以这个有点像你平常在估计时间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你要用秒来算，有时候用分来算，哦，那你如果使用不同的不恰当的单位呢，就有点荒谬，哦，比如说你要测量这些时间的，这个大粪坑的时间，大粪坑文化离现在的时间，结果你用的单位是秒。那个时间就会拉得非常的长，或者说你去跑100公尺，然后你用年来计算，啊，本身也是很奇怪。所以现在这边的问题其实差不多，啊，你可以把这个不同的放射性元素想成是不同的考古时间的测量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要量比较久的话呢，在273页上面有写，啊，对动辄上亿年的地质年代。
那你不能用碳14。比较常用的是譬如说铀238衰变成铅，大概半衰期是45亿年。那如果是云母或者长石中间的钾40衰变成氩的话，它的半衰期是13亿年啊，那这是比较合理的。那但也是要看你要测量什么了哦，因为恐龙当然是又稍微近一点，相对于比起的三叶虫这种更古老的生物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习题啊，比如说你在蒙古发现异手龙的化石，那这个钾跟氩的比率大概是92:8，好，那请你用这个来估算它的年代。那这个是用刚刚讲的云母跟长石，好。那因为你已经有知道半衰期是多少，所以你知道它的衰变常数是多少，前面已经会算了。那你知道衰变常数是多少，你再利用刚刚类似这样的计算，哦，你就可以得到大概是多少。那中间这个比率只是要告诉你它现在的那个占的比率是多少啊，只是这样。所以习题1.5也是一样 ，OK， 那这你们都可以慢慢做一下。好，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模型的第二个应用。那我们来谈第三个应用。好，那第三个应用好像有点无聊，好，那我们大家再谈啊。里面其实有个有趣的问题。那因为力习是你们从高中来其实是比较熟的东西，好，力习其实分两种，一种叫单力，一种叫复力。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其实我现在写在课本上，这个写法可能都已经不是太好了，好，这以后我再改掉。那单利跟复利的差别就是单利呢，它计算的时候只是用本金去计算，你存一笔钱到银行去，它给你一个利息，有个比率，但是这个比率呢只会跟你当初的母金有关，所以它的公式呢是写成A 1加上，好吧？我们假设 R 是年利率。那虽然我们通常写年利率，但计算的时候通常用月利率来算啊，所以变成12%R 乘上 n， 其中 n 呢是期数，好，这用月来写，这样子，所以这是利率，然后乘上看你有多少个月，但是它这个计算呢永远都是跟着 A 啊去算，所以它有本金加上后面的利息，那利息就是只跟 A 有关，复利呢？不一样啊，复利其实写起来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是跟就是母子一起算的。你经过1个月以后，啊，存进去，然后你再继续计算它的利息，啊，就是本金本利合在一起，然后继续计算。好，这其实我们上次有提过。我先提醒一下，这边有一个跟微积分有关的东西是这件事。虽然在我们今天要讲不是很重要，但是我还是让你看一下这个事情。好，这个东西，这个是一阶逼近。好，记得这是一阶逼近的公式，所以表示这个单利呢，某种意义上是复利的一阶逼近，这样子。也不是某种意义，它其实就是一阶逼近。Okay. 好。那复利的基本想法是这样子啊，它是 a 的 n 加不是，不要写 a，m 好了。好，就是你在第 n 个月跟第 n 加1个月所增加的那个利息，啊，这个除以1，它其实是跟你的第 n 个月的时候的总的金额有关，然后乘上它的利率，啊，所以其实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人口模型的写法，啊，这个跟马尔萨斯写说人口的变化其实跟当时人口总量成正比，其实有完全一样的写法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连续化，虽然我们日常生活计算的时候是用复利来算，还是用这个公式来算。但是我们不妨暂时把它想成呢是一个连续函数，然后利用微分方程来处理，因此呢，它就得到跟上次一样
我们就得到一个这样子的文方程。那这个文方程呢，会告诉我们说，它一般来讲，它的解是等于 m0乘上1的12分之 r t 减掉 t0。OK， 你如果把 t0取成0的话，就更简单，12分之 r 乘以 t。OK， 那现在这个写法呢，我们就不用再去解文方程了，因为数学的好处就是，反正你有一个模型，你已经确定它是长那样的话，你就随便用到别的地方去，反正都一样。所以得到这个式子，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熟知的，就是说，你如果存银行，你用复利的话，基本上它是以指数就是来增加，只是说这边多了一个你不太熟的东西，这边有个人叫1，那普通你在高中学是完全没有这个东西，那这个地方我要做一个类似这边的事情，我也是提醒你一下，1的12分之 r。如果你用泰勒展开到第一项的时候，其实就是12分之 r。好，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1的12分之 r 的 t 减 t0次方，大致上等于1加上12分之 r。那边就是时间嘛，这边也是时间是一样哈，所以我写成 n 好了，所以大致上是这样。所以呢，复利其实跟这个中间也有一个类似一阶一毕竟的关系，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中间都是有很密切关系在，现在问题只是说你用复利来计算，跟你用那边这个真正的复利公式来计算，中间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有很大的差别，当然就不太好，但是如果差别不大的话，它其实可以帮你估计某些事情。OK， 那因为它计算起来远比这个要简单。好。所以这边呢，那因为我不想在这边再去做什么，你存多少钱，利率多少，那应该有多少钱，这个对你们来讲实在太简单了哈。所以我要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假设有个公司呢，因为你数学很好，所以找你去当顾问，他好了，他问的问题很简单，他想要问的事情是这样：如果他知道年利率，如果他知道年利率这么多，现在请问你存一笔钱进去，譬如说你存了1万块钱进去，请问你这笔钱什么时候会变成原来的2倍？假设你不再存，就是我现在存一笔钱，在这个利率之下，请问经过多久以后，这个钱会变成原来的2倍？那这个问题就稍微高明一点 ，OK？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呢，有点像半衰期，在衰变的时候呢，我们问的是说，经过多少年它会变成原来的1半？那因为这个是增加，所以他现在问的是经过多少年，你的钱会变成原来的2倍？那这个很重要，是因为你如果知道这个时间，譬如说10年会变成2倍，那就表示20年会变成几倍？10年变成2倍，20年变成3倍，是这样吗？你们是甲组的所以变成4倍所以经过30年的话，变成原来的8倍，所以它当然其实很有用，因为这个比你在那边算那个来的重要，所以你要有一个差不多的感觉，知道要怎么算这个东西。好，那请问要怎么算这个东西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你第一个方法呢，就是用这个模型，把这个模型拿来用，所以跟刚刚的半衰期一样，你再问一个问题 ：m0加上 t，t0加上 t， 你从某个时间开始，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那我们先把公式写下来：1的12分之 r t0加上 t 减掉 t0，然后你的目标是下面这件事情。好，到这个式子。好了，但是你希望这个是2倍记得这个跟刚刚半衰期的计算一样，只是刚刚半衰期的1/2，所以现在变成2倍，所以我们就得到呢 log2等于12分之 rt， 我把答案写在这边 ，rt 等于12 log2， 好，所以 t 呢等于12 log2 除以 r，OK。
等一下，我为什么？这是年利率。哦，对，没有错。OK， 我怎么觉得我应该是把它写？哦，对，好。小心一下，因为我在讲义上把它做了一个处理，我小心写一下，就是12分之 r， 我把它记成%lambda。对，我这样处理才合理。因为大家通常比较会看到是百分符号的这个，事实上最常看到是年利率那个，这个我等一下会处理。也就是说我现在先把它写成%lambda， 所以这个地方我都要变成%lambda。所以 t 呢等于100log2。好，这才是我要的。这个 lambda 就是当你把年利率除以12以后，表示成百分率的时候的前面的那个数字。所以 lambda。那100log2呢，大概是等于上面有写，大概是快70吧，69点多，69.31。所以为了好算，反正也没差多少，通常就把它写成大概70，就 lambda， 这样比较好记，所以呢，你有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就是把70除以 lambda， 你就得到那个多少个月以后，你会变成原来的2倍。然后这边有个习题给你去想，如果因为这个问题最合理是年利率，所以我们想想看。70这个目前这个地方是月，目前是月。如果你现在把它调成年，请问这个公式会怎么变化？然后这个习题是告诉你，它其实还是写成70除以 lambda， 但是我最好把它写成某一个这个特别的记号好了。这个其实是年利率，这样写，这是年利率。这样子，其实这习题其实很简单，根本不用特别写，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这样嘛，就是 r 是年利率然后呢，你把它写成百分符号，然后把12分之 r， 这是月利率，把它写成这样子，所以这两个中间的关系呢？会消掉，所以这个地方月你把它换成12，这边变成12 lambda 就变成原来的 lambda head 这样子。好了，好的，这习题也不用做了。那这个地方呢是年，好，那我要你记得的，应该不是好了，我也不需要请你记得因为这很好用，把你银行的利率拿出来看，譬如说现在利率大概是。定存大概1.5%，譬如说这样子。所以呢，你如果现在用你的定存，假设你想说这一笔钱以后，大概什么时候呢会变成2倍？听起来很好。你现在存1万块变成2万块这样子。那依照这个计算，时间呢是70除以1.5，大概要多久？大概是40几年吧。我有写了275页的习题1.7，但这个题目我写错了。那个8%请成改成1.5 ，OK， 8%的定存的利率是我小时候的利率，那现在大概是1.5%，所以算下来的话，答案大概是47年，你需要47年呢。假设你把你的财产全部摆到银行，用定存1.5%来存，经过47年会变成原来的2倍，那我们前一阵子这个不是经常谈18%吗？假设你的银行利息存的时候是18%，请问多久会变成原来的2倍？很惊人哦。70除以18，所以大概4年就会变成原来的2倍了。OK， 所以这中间的比绝对不是一个很单纯的比。我们再仔细想想看。
现在一个正常人去存定存1.5%，它要大概它差不多50年，好，会变成原来的2倍。那18%的话呢，只要4年就会变成原来的2倍。所以它继续这样存下去，存到50年，中间差多少？除以4，12，所以这差了2的12次方倍，2的12次方是很大的，这大概是多少？这大概是4000倍啊！啊，财产差到4000倍，这很恐怖啊！那所以台湾这个财政是支撑不下去的。好，假设所有这个军公教退休人员还是用18%的话，这一定受不了。那现在当然比较好是说，已经开始啊，某一个年以后已经完全没有这个18%了。但是前面呢，它要付的利息仍然是很多。我想18%，当然当初定的时候还算合理，是因为我刚刚讲，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利率啊，定存的利率还有8%左右，哦，所以他的基本上想法大概就是说，它比正常的利率大概是2倍，哦。那如果他肯机动的调的话，那现在就是我们的定存如果1.5的话，假设我们要优惠军公教人员，大概譬如说3%，差不多。假设它维持是2倍的话，那这样勉勉强强，因为2倍的话表示说它会这个钱会提高2倍的时间呢，中间也会差个2倍的时间，所以47年会变成2倍。如果是存3%，大概是20几年乘上2倍。那反正人退休以后也没多少20年可以活，所以大概也还好。第二部分其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虽然我从这边很快的计算出这个复利模型，就是说你现在要估计这个2倍的时间大概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复利的模型啊，它并不是，就是我用的是一个逼近的式子啊，就是说我想象我可以用这个连续的模型来解释它，但是其实真正的银行里面计算呢，它的式子其实是1加上%lambda 的 n 次方啊，然后呢，其实我们要计算的其实这个式子，就是你要经过多少时间之后，多少个月之后呢，然后呢，它差不多会等于2倍。那当然我们知道它也许不会刚好是2倍，但是我们要找一个最近的 n 啊。那我现在这个问题呢，跟左边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很一样啊。你可以说它相近，因为我们知道说它是一个它的逼近的一部分，但是它到底会差多远呢？譬如说你估计说70除以 lambda，可能譬如说40年会倍增，但其实误差大概有10年，那其实也差蛮大的啊。所以究竟真正来讲，它大概应该是多少啊？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要用到微积分的另外一件事情。那你记得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求 n。好，我们要求 n。那我们用到的微积分的部分呢，是我们以前看过这个，因为这个地方相当于我们要做 log 2，n 乘上 log 1加上%lambda， 然后我们得到 n 呢等于 log 2。好，得到这个式子。好，这是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不晓得值是多少。我甚至不知道这个跟这个式子到底关系是怎么样。好，那这地方我们要用到前面的泰勒展开式。好，就是这个式子呢，大致上等于 x 减掉 x 平方啊，其实也不是大致上等于，啊，事实上是等于。啊，只要范围 x 呢在1之内。好，以前我们谈过这个泰勒展示，事实上我们在第4章的第1节已经碰过这个式子。所以从泰勒展示的眼光呢，我们可以扩它的1阶逼近，啊，这是1阶逼近。我们可以先用1阶逼近来看一下，但是1阶逼近呢，我们把它带进去，所以带到这个式子来，我们得到它呢。好 ，n 大致上是等于 log 2。
那这个就是 lambda 除以100了。所以刚好一样啊。我们前面讲过，因为它其实在一阶逼近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两个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又显现了一次。所以你现在把 log 1加 x 这个真正的问题里面，你现在用这个泰勒展示去做，那我取它的一阶逼近，我一用下来以后，它直接跟原来这个就是这边这个答案，其实一样的。好，那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说至少一开头我们先得到主要的项。然后接下来呢，我不是还有这些展开项吗？这些展开项会告诉我别的事情啊，其实是这样子。但是所以我现在就来试试看。假设我取2阶逼近，因为这样又更靠近一点。那我们来看看误差可能会有多少。结果从2阶逼近呢，我得到 log 1加 x 大致上等于 x 减掉2/x 平方。好，所以我就把这个拿来带进去。那从这个地方我得到 n 呢，大致上等于 log 2除以，然后这个要带进去，lambda 减掉lambda 的平方除以2。OK， 这是我用2阶逼近得到的结果，就是带到这里来。只是这次我是用2阶逼近，所以我现在得到这个式子。那这个式子我可以稍微计算一下 ，log 2，所以我把lambda 提出来，变成1减掉2/2lambda。好，让我故意写成这样好了。好，那这个地方呢，你还是看到 log 2除以lambda 这主要的项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对这个式子呢，做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泰勒展开，就是如果是一个很小的数，1减掉r1呢，大致上等于1加 r 加。好，这个式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log 2lambda 变成1加上2/1lambda， 这样你可以再多写一下，没有关系啊，2/1 lambda 的平方，比如这样子。好，那这一项是1，所以你带进去以后呢，会得到本来的第一项，就是 lambda 除以100，好，是第一项。那下一项在这里，这一项呢，lambda 跟lambda 刚好消掉，所以它得到 log 2除以2/log 2。然后更后面呢，这些就是变成lambda 的至少是lambda， 那lambda 的平方，那lambda 本来就很小，所以它其实越来越小。所以主要的项在这里，误差项，这个是我们刚刚估计算出来的主项，这是我们准备用来当做公式的。然后呢，现在再加上这个，那因为我们算这个是用月在算，所以这个地方差的是2/log 2的月。那你如果算一下呢，它大概是0.35个月，0.35个月才差个10天左右。所以换句话说，你现在如果用2阶逼近来看的话呢，主要的这个项跟真正的这个误差项中间只差了10天，没有很多。那我们可以相信，就是说，它如果用更精确的逼近来讲的话，虽然还是会有不同，但是因为主要的项我们刚刚讲这些都是最主要的项是这一项。次要的项大致上是我刚刚算出来，大概是0.35，所以事实上后面的可能会更小。OK，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往后自己算一下。好，那这个是我上次漏掉的部分。那这边还有一个第三个，第三个是说你如果用2项式展开你也可以试试看。不过这个毕竟比较不好，所以我就不特别提了我只是在想说，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想法，你都可以试试看。